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，我是石涛。很多事情呢，有人用词儿叫风云突变，而就我个人来讲呢，我个人觉得根本什么那都是形容词儿。当今天大的背景环境下，人们去强调自己能力和受教育水平的时候，受的教育啊，知识多少啊，你看很多人做节目哈，还都在那书宅里拍节目。我只是形容啊，大家可别往自个儿说埋汰谁。有书没书后头都放上书。其实当你都放上书的时候，在今天的环境中叫做有知识，但是在我嘴里就是没文化。大家笑话川普没有知识，他说话很简单，哎呀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哎呦，你真好，你真漂亮，哎呀，你真伟大，他就这词儿。那个有知识的不是，那有知识的，你看他那文章，我天，真厉害，为什么没看懂对不对？所以川普呢就把给中共给整死了，我估计是整稀里哗啦了，这个一点招都没有。就2天的时间，1天半的时间，美国决定，美国贸易代表跟财长这个周末要到中国北京，有说叫开启新一轮谈判，也有说呢要继续这事儿没谈完嘛，要继续谈，这合同这个协议得弄完了。然后4月1号叫愚人节，这个刘鹤呢要到华盛顿来，所以他们一来就是一来回。那从7次呢就变成了9次，这过渡到9次。结果川普昨天就连续说了2次，合同爱签不爱签，签不签都无所谓，对于我，你签也好，不签也好，随你便。来这个，我要签就是个好的，我要签就是好的，为什么？中国欺负我们时间太长了，我不干。那你到底是签还是不签呢？所以他里头也强调说，因为在合同当中呢，在协议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，美国一直把有关关税惩罚问题一直不放弃。它里面有一条，合同签完之后，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惩罚依然存在，就现在的这个10%依然存在，但中国必须把你的关税撤下来，然后我这个关税要保持一定时间，但如果我发现你没有尊重合同的话，我再提高我的关税。他说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一直在骗我们。川普跟习近平要签的合同，川普是跟骗子签合同。他因为你骗在先，所以我一定把你当成骗子，在合同中显示出来。中美贸易协定可以签成这样，所以就出了现在的故事怎么说呢？结果会什么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川普就这么干了。就在川普说话几个小时之后，中国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。文章题目这么说：江松化工厂发生爆炸，诱发了3级地震，6个人死亡。这个消息其实就是刚刚出来不久了。它当地时间大概下午3点钟，媒体有报了。我个人觉得，这种事情怎么说呢？如果就像成都七中的孩子们吃的那些东西是那样的话，它代表中国。那成都七中是中国，是当地很有名的学校。这是今天中国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，和它整个表面的一切，都是这么做的，都是这么做。无论贫富贵贱，无论高矮胖瘦丑漂亮。所以上下整个，如果把它称为国体的话，这是一个完全非正常人类的一个从上至下整体的一个概念。唐三藏，贞观13年，
唐僧取三藏真经。当时的菩萨呢，观世音菩萨在这个大殿上，跟这个在他叫什么水陆大法会，这是当时唐太宗召开，唐太宗开的，崇尚佛，这是太宗弘扬佛法。结果当时的应该叫玄奘哈，他在讲道讲法，下面听得非常的如醉如痴。结果这个观世音菩萨带着木吒、金吒、木吒、哪吒，《封神演义》时修成了。当时观世音菩萨跟木吒就穿的破衣拉撒跟要饭的时候，就在那儿听着玄奘讲了2段经之后，观世音菩萨就上来说你这个瞎掰，就把玄奘给说了，当着太宗的面就给说了。《西游记》啊，咱讲故事，说了之后说你讲都是这个小乘佛法，我有大乘佛法，你这都是小乘佛法，你这根本就渡不了人，你就帮你自个儿，你在这讲没用，因为你渡不了人。这个玄奘很厉害，一听这个立刻就从他的讲法台上下来，就给这个观世音菩萨行大礼。那个他是个观世音，那时候是弄成要饭的。结果太宗一听这个也说，那唐太宗厉害，那真是厉害。说那个这个大和尚大法师，如果你有说法的话，那你怎么能够知道如何呢？大概就这意思。菩萨就说我有三藏真经，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办。这个立刻就你就等于现在是请个捡破烂的人上到法台上去。观世音菩萨带着木吒一到法坛，咵就起来了，显出真身了。大家一看，这是观世音菩萨。玄奘是这么开始西天取经的，道理是一样的。你今天的人的环境中，人们谁有几个人能够真正认识到佛法？而当人们完全败落的时候，完全物质化的时候，连人的这面自身都是完全被摧毁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弥勒在世的时候，那就得看你看得着看不着了。我觉得就得看着，就是一旦神佛大显了，那个菩萨是那样，一旦神佛大显了，前头的故事全完了，对吧？前头的故事全都没了。那因为在这期间，有一些人就去埋汰、恶心，甚至辱骂观世音菩萨跟木吒，因为俩人是穷和尚，身上长个虱子，就那样的。其实都是讲个悟性问题。我觉得现在就是一样喽。你全国的环境都是这么个环境的话，上下人们都是这个环境的话，那不就是未来佛弥勒在世？弥勒不在庙里面，弥勒在民间。那民间万恶之事的时候，那未来佛就出来了。因为爆炸产生地震，社交媒体上讲爆炸发生后厂区浓烟滚滚，有多名学校的儿童在这个事故中受伤，附近有多家幼儿园、小学，距离化工厂最近的直线距离只有1公里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可想而知它的爆炸力度之大，可以把那个1公里之内前后的房子、玻璃什么门窗都给炸碎了。青年报说，开始的时候有听到一声小的爆炸，后来传来一声非常巨大的爆炸，玻璃全都震碎了，很多家的门都被震坏了。那门震坏了，其实我以为就是房子动了，房子动的力度可以把门挤碎了。门跟房的墙不是一体的，就是它不是一个那叫墙，不叫门了。所以但墙一动的话，不就把门给挤碎了？那个房子咱就不知道什么样了。门如果这么挤碎了，那房子就等于在那给你摇煤球似的摇了一把。
估计那房子本来你要再能住10年，估计就改成住3年了。另外一个人说，感到门剧烈的晃动，街上救护车的声音一直没有断。医院的人说，具体死亡人数还在统计中。爆炸的是当地的一家化工厂，爆炸物是苯，咱也没这知识，苯对人的伤害力度有多大？打电话 ，BBC 的记者联系该公司的人，那没有人接听电话。他讲说，大概去了将近400名消防队员，86辆消防车。这是我们看到的。那本身到底有多大力度，就是说多大的危害性？2018年2月，该公司被安检部门警告过，其中包括构成2级重大危险源的成苯的那种储藏区和甲醇的储藏区，根部没有紧急切断阀，所以现场无法防止泄漏的应急措施。有朋友肯定是有相关的知识，如果苯、甲醇这些东西泄露出来，化学武器，我怎么想也就是化学武器。有人说它没有危害性，那没关系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这边是做醋的，醋厂做醋的，对不对？如果盛醋那醋罐子崩了，你看它有没有伤害？你天天吃醋，甭管吃什么醋了，你天天吃醋。如果弄它20个醋罐全崩了，你看你们家你待得了待不了？瞎掰，什么有毒没毒的，那都是化工东西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